近年来，美国已将包括1000家中企在内的超2000个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，同时还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制裁，试图将俄孤立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之外。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看到美国将美元作为地缘政治工具，滥用美元霸权来惩罚对手后，纷纷开始寻求避免美国货币胁迫的办法和途径。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近期在印度尼西亚举行，会议的首要议程就是讨论如何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、欧元、日元和英镑的依赖，转向以当地货币结算。会上，印尼总统佐科敦促其他东盟国家使用本地银行发行的信用卡，并逐步停止使用外国支付系统，包括美国的 Visa 和万事达卡等。此前，欧派克第2大产油国伊拉克宣布了新的国际贸易结算措施，计划首次允许用人民币结算来自中国的进口贸易。沙特阿拉伯也在1月表示，沙特愿意考虑以非美元货币结算石油贸易。巴西和阿根廷这2个南美洲最大的经济体，早在1月就宣布为建立共同货币苏尔做准备，并将邀请拉美地区其他国家加入，以促进区域贸易，降低对美元的依赖。就连以色列等美国盟友也承认，世界正在转向多极。去年，以色列央行首次在其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，削减了美元、欧元和英镑的持有量。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是一个大势所趋，毕竟呢，全球的贸易量、投资量有这么大，如果呢将所有的贸易投资、将所有的国际结算、国际支付呢都放在美元这样一种单一货币的篮子里面，对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呢，很显然是不利的。有另外多种具有普遍信用地位的货币呢，能够担当类似的功能，这实际上有助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，包括跨国投资、跨国贸易的风险的分散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直言，美国人成功地砸了自己的脚，在国际贸易中放弃使用美元结算，转而使用本国货币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。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巴西总统卢拉有关去美元化的灵魂2连问，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。在接受央视专访时，卢拉进一步解释称，金砖国家机制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巨大的贸易潜力，需要思考和创造一种新事物，尽管这会令美国很不高兴。E quando eu falava de que era preciso criar uma nova moeda, que país do tamanho da China e do tamanho do Brasil não precisa negociar com base no dólar. Você pode ter uma moeda criada, sabe, que pode ser organizada pelos bancos centrais dos 2 países e a gente fazer a nossa troca comercial, as nossas moedas. 中巴此前签署以本币进行结算的协议，让美国部分议员急了眼。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卢比奥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此事时，就显得气急败坏。Today, Brazil, in our hemisphere, largest count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south of us, cut a trade deal with China. They're going to, from now on, do trade in their own currencies, get right around the dollar. They're creating a secondary economy in the world, totally indepen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. We won't have to talk about sanctions in 5 years because there'll be so many countries transacting in currencies other than the dollar that we won't have the ability to sanction them. 而福克斯新闻知名主持人塔克·卡尔森更是直接在其节目怒斥，对俄经济制裁可能是历届美国总统对美国做过的最鲁莽、最具破坏性的事情，使得俄罗斯、中国、印度、土耳其等国加速逃离美元。This i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, and all of it is shutting out the US dollar. And it's happening a lot faster than anybody could have predicted. So if you want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trust your currency, the last thing you would do is use it as a weapon or print too much of it.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、曾于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·萨默斯表示，这种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，美国正失去全球影响力，并变得越来越孤单。好，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。陈先生你好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世界多个经济体推出本币结算，一些专家说去美元化浪潮正在形成。那您怎么看？去美元化现象呢，的确存在。从美西方对俄金融制裁以后，起码呢已经有去美元化的3次浪潮，每次浪潮呢都有相互关联的因素。第一次浪潮呢是俄乌军事冲突发生以后，美西方呢对俄罗斯进行核弹级的金融制裁，不仅冻结了俄罗斯在境外的美元外汇储备，
而且把俄罗斯呢踢出了 SWIFT 结算系统。这个系统呢是以美元为主的。俄罗斯呢为了继续从事国际贸易，特别是能源出口，要求买家呢用卢布来支付，这样呢就形成了第一波的去美元化浪潮。美国把美元武器化作为霸权的工具，特别呢是随意的冻结他国美元资产，让其他国家呢感到不安。而与此同时，美联储呢为了降低国内的高通胀，不断进行加息，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。许多发展中国家呢遭遇严重的通胀，面临了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，于是呢开始减持美元国债，推动这个外汇储备的资产多元化，于是呢也就出现了第二波的去美元化浪潮。在减少美元国债的同时呢，尝试本币结算制度，以节省交易成本，减少美元风险。中国和巴西呢已经达成协议，今后两国双边贸易中呢可以使用人民币或者是巴西雷亚尔进行结算，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。伊拉克中央银行呢也决定用人民币结算来自中国的进口贸易。以前呢，该国对华贸易一直呢是以美元结算的。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在讨论建立共同货币，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。前不久举行的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呢，也在讨论如何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、欧元、日元和英镑的依赖，转向呢以当地货币结算。第三波去美元化的浪潮呢，是一些国家呀没有美元，只能呢用本币结算，比如说印度和俄罗斯的交易只能以人民币或者印度卢币结算。这个印度和周边国家的交易也因为周边国家呢缺乏美元外汇，只好呢用印度卢币交易。可以说呀，美国呢把美元当作武器，以及让他国分担美国经济负担，就导致去美元化是一波接一波。各国呢为了金融安全，也开始进行外汇储备多元化，把加元、澳元、日元、欧元和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，这个相应的呢来稀释美元的国际货币信用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，它的数据显示呀，截至2022年第4季度，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比重呢降到了58.4%，是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美国国内对去美元化怎么看呢？美元会失去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吗？美国政要呢对去美元化浪潮当然是焦虑，比如说特朗普最近呢就谈到了去美元化，说美元呢正在崩溃，很快呢将不再是世界标准。如果这一切发生，将成为美国200年来最大的失败。如果他自己是总统呢，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。这是政客的故弄玄虚。但是，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也很焦虑，比如说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说呀，去美元化呢，就说明美国正在失去全球影响力，说明世界经济在走向分裂。美国呢，可能被一些国家看成是不好的伙伴。他说呀，东盟10国开始挑战美元贸易结算，金砖国家呢也将发行新的货币。印度和印尼用印度卢币进行贸易结算，都影响美元的地位。他特别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啊，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呢对他说：“我们从中国那儿得到的是机场，而从美国这儿得到的是说教。”可见呢，美国的反思为什么被孤立了。确定美元为主要国际货币地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果无法推进，那么替代方案又是什么呢？不过呀，我认为从中短期而言呢，比如10年吧，这个美元呢仍然是主要国际货币，美元的地位呢仍然很稳固。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，人们呢就在讨论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能够持续多久。但是呢，现在啊，它的地位基本上没变。2019年在全球各国外汇储备中呢，它仍然占到62%，去年呢只下降到了58.4%，它仍然是这个世界啊第一大外汇储备货币。第二呢是欧元占20%，第三呢是日元占5%，第四是英镑占外汇储备的4.5%。所以说呀，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仍然很稳固，我们呢需要理性的对待。好，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，谢谢。